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咱们说说这个牡丹啊，这个牡丹呢，大多数情况啊，网购的问题不大啊。如果出现问题呢，是两个问题啊，咱们看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它开放度比较大，如果你收到的时候，它开度比这个还大的话，尤其是出现这个花瓣的边缘啊发黄、褐色的那种腐烂的状况，而且掉瓣比较严重的话，这种情况一定是要找这个商家拍照售后的哈。另外一个呢，这个牡丹也是会容易得这个红霉病哈。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瓣的根部哈，这个根部看有没有这种腐烂的、发黄的、腐烂的这种现象。如果有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是找这个商家拍照售后的啊。另外呢，这个牡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开放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说我们在收到这个牡丹的时候呢，我不建议大家做这种醒花处理啊，因为可能很容易的话就把这个牡丹花整个开爆，就是醒爆了，这样的话基本就没有花期了。所以说尽量不要做醒花处理。如果说我收到的时候，这个花比较软或者有脱水的状态，一种方式是不拆开这个包装啊，另外一个是找一个硬纸给它裹一下，根部对齐，裹一下剪根泡水里，一般1到3个小时都是可以恢复的。像这种开放度比较快的花是不建议做这种醒花处理的啊。而且这个牡丹的吸水能力其实还是比较强的。这个牡丹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木本的花材。第二个呢，这个牡丹的上市时间是在春季，具体的说一般在4月份，就是大概在10号左右，一直到4月底结束，就这么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说上市时间是比较短的，很快就会过季。另外呢，就是这个牡丹的吸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它就比较容易吸水，所以说它因为吸水快，所以说它花期也会比较短。这个就是这个牡丹的几个花材的特点啊。大家经常说这个芍药跟这个牡丹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今天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大概其就这么几点啊。首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是最明显的哈。这个是一只芍药啊，这是一个牡丹，大家看一下两个叶子的区别哈。牡丹的叶子是属于黄绿色，比较浅的绿色。这个芍药的颜色呢，相对来讲颜色比较深，而且它的叶子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大家看一下啊，芍药这个是一个狭长型的啊，完了一个柄上大概有几片，但是这个牡丹呢像小手一样的感觉哈。这是叶子上。另外呢，牡丹是木本花材，芍药是草本花材。这个牡丹的根部啊，基本上是这种木本的木质的，但是芍药呢是这种草本的草。第三个区别呢，就是上市的时间，基本上每年是牡丹先上市，芍药后上市。4月上旬、中旬、下旬是牡丹的时间，但是到下旬以后到5月份才是芍药的时间。至于花呢，因为现在品种很多，区分的不是特别明显，我们就不从这上来说了。这个牡丹的关键词呢就是短啊，它的花期比较短，所以说我们后期的养护维护都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主要是3点。第一个呢，就是要尽量少换水，最好是保持一水到底。第二个呢，就是叶面高度要比较低，不能用太高的叶面高度。第三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啊比较低的环境温度。然后咱们说一下养牡丹用什么水比较合适啊。首先这个花瓶一定要用84消毒液的容器啊，清洗干净啊。我们建议大家啊用桶装水加保鲜剂，这是最好的啊。叶面高度呢不用太高，在这个花吸饱水的前提下，我们只要保持在10厘米以下就可以。当然了，水量不足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添加啊。好，我们把这个花台整理一下啊。瓶口以下的叶子要去掉啊。叶子处理完以后，咱们在插瓶以前一定要清水啊，把这个茎秆部分冲洗干净。然后我们斜剪根就可以啊，斜剪根以后马上插到这个瓶里啊。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为了拉开这个花和花之间的距离啊，咱们中间可以用这个胶带在这个瓶口打一下格啊，这样的话它这个距离比较容易拉开啊。因为这个牡丹呢，它的花头是比较重的啊，所以说咱们在插花的时候呢，花瓶瓶头以上的位置啊不要太高。另外呢，
这个牡丹呢，它开完以后啊，花朵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花和花之间的距离拉开。环境温度对这个牡丹的开放速度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要放在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切记要避免这个阳光直射。虽然说这个牡丹的花期比较短啊，但是只要你买的时候不要特别开啊，就是花苞的状态，一般情况下1周的时间还是可以保证的。最后呢，我说一下我对这个牡丹这种花材的看法啊。这个牡丹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快热花材，而且我觉得有非常这种强烈的中国色彩。开放以后啊，给人的感觉非常富贵，非常大气。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在插花的时候，把这个牡丹一般都是用作那种焦点花材来用。好，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牡丹花养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喷泉草啊。这个喷泉草呢，现在啊，国内种植了是便宜了啊，以前可是个高端不起的草啊，当时从日本进口的，非常贵。国产种了以后呢，现在才便宜了。我们收到这个喷泉草呢，有几个地方啊，我们要看一下，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喷泉草的新鲜程度啊。首先呢，这个花穗的部分啊，大家看它应该是绿色的，而且有弹性的啊，就像喷泉一样，绿色有弹性。如果这个喷泉草放的时间过长，或者时间过长，它这个弹性就会消失，而且颜色会变得那种偏黄、枯黄那种颜色，可能还会掉一些东西啊。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花穗部分，它是不是颜色很绿，而且有弹性、有活力的。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啊，这个叶子应该是绿色的啊，如果放的时间长了，叶子会发黄变色，这种情况说明这个放的太长了。另外一个，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根儿啊，因为它是草本的花材，所以说新鲜的花材啊，我们拿回来以后，这个根儿应该是很清爽的感觉。如果说这个根儿已经泡烂了这种感觉，说明这个放的时间太长了啊。所以说，如果有这3个问题，我们可以拍照找这个商家售后啊。一个是根儿泡烂，一个是叶子变黄，还有一个这个花穗的部分啊失去弹性，颜色变黄，不是绿色的，主要是这3个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喷泉草的状态啊。我们拿过来喷泉草啊，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它这个茎秆是可以支持这花头的，它是很挺立的这种感觉。这种情况呢，就是不脱水，或者说轻微脱水。这种情况下，咱们直接处理完平插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花头已经蔫软，甚至茎秆有那种蔫软弯曲的现象，说明这个脱水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下这个醒花的处理。醒花处理很简单啊，第一个是我们可以这个包装不拆开啊，用这个包装作为支撑啊，保持所有的花是直立的。这种情况下，剪一下根儿，深泡水，大概3个小时左右能恢复。如果说我们摘了这个套以后也没关系啊，找一张稍微硬一点的纸，把这个喷泉草花头这么包裹一下，起一个支撑作用，再剪根泡水，一般3个小时左右就没什么问题了。支撑的目的是为了这个花吸上水以后还是保持这种直的状态啊。如果说它弯曲了以后，吸上水有时候它可能会形态就没这么好了。当我们观察了这个喷泉草它完全吸上水以后啊，就花材还是挺直了、挺立了，我们就直接给它拆掉，直接插直就可以，不用那个长时间的浸泡这个花啊。这个喷泉草呢属于一种草本花材，所以说它包括叶片啊，这个花穗部分，它的失水速度是很快的，它有的时候失水的速度是赶不上这个吸水速度的，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重让它减少水分散失，促进这个水分的吸收，这样的话呢，对喷泉草是有好处的啊。如果说我们给这个喷泉草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就是失水吧，咱们要减少这个水分的挥发，增加这个水分的吸入啊，这是这个喷泉草这个花的一个特点。我们在处理这个喷泉草的花以前啊，先把这个水要处理一下。首先花瓶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杀菌剂或者是清水吧，给它彻底清洗干净。第二个呢，养这个喷泉草，我们建议用桶装水加保温剂来养这个喷泉草，这样的话细菌滋生比较少，能促进它的吸水。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叶面高度不能太高，因为草本花材相对来讲，这个茎秆很容易泡烂，所以我们在这个花吸饱水以后，我觉得10厘米以下5、6厘米都没问题啊，只要保持流水就行了。水面不足的时候啊，我们及时添加就没问题啊。咱们把这个水收拾完以后啊，咱们处理一下这个花。这个喷泉草呢，叶片是水分挥发比较快，所以说我们要把大部分的叶片去掉啊，就是一枝花留个2片1片就没问题哈。这个喷泉草的茎秆是比较柔软的，我们扒叶子的时候啊，摁住叶片以后啊，从侧向扒，
不要往下撕哈，或者说往上撕，往上拔也可以，不要往下。另外就要注意呢，这个喷泉草啊，如果说是进入水中的部分啊，比如说我水没那么高，进入水中的部分，这个叶子的根部啊，一定要扒干净。大家可以看到啊，叶子的根部是要扒干净的，把那个茎秆完全露出来，因为叶子的根部泡在水里是很容易腐烂的，造成那种细菌滋生的。所以说我们在水下的部分要把这个叶子的根部啊完全清理干净，上面的部分我们可以只是把这个叶子去掉就可以，因为这个剩下的根部可以对这个花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轻手轻脚的啊，或者用剪刀啊这种工具来辅助来进行，否则的话这个杆子很容易断。我们在处理这个叶子的时候，有人说最上面这片叶子呀，如果扒掉的话，会造成这个花穗完全展开，就是松散不好。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剪这个叶子呢，可能会感觉这个叶子有点下垂不好看。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稍微剪掉一部分啊，这样的话它就起到一个支撑作用，而且呢又不会有那种下垂那种萎靡感。好，我们把这个叶片啊基本上都去除干净了，只留了上面的2片叶子。我们在拆皮以前呢，一定要用清水啊，或者是杀菌剂啊，把这个茎秆啊要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呢，会防止这个细菌的滋生哈。清理干净以后呢，我们每枝花哈，45度这个斜剪根啊，剪根以后马上放到水里啊，不要在空气里放啊。因为这个喷泉草啊是一个草本的花材，所以说呢它是比较怕捂的啊。所以说咱们大家收到这个花以后啊，如果是那种塑料的包装，要尽快把这个袋打开啊，赶紧处理，让它保持这种通风的环境，否则的话呢，它就很容易捂烂，因为它是很怕捂的。草本花材的叶子都是比较嫩的，比较怕捂，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另外，我们在插这个花的时候呢，花和花之间呢要留一些空间啊，就不要插得太紧密。这样的话呢，会便于这个空气流动。空气流动呢，会让这个乙烯什么的散发的会比较快。这样的话呢，它能保持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花期啊，不要这种紧紧的挤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腐烂，而且呢对花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这个喷泉草的后期养护呢，如果这个平插叶啊很清澈不浑浊，我们观察到这个茎秆啊就是没有那种泡烂的迹象，我们没有必要换水，仅仅是在这个水量不足的时候我们添加就可以了啊。前面说过啊，这个喷泉草的关键词呢是湿水，所以说一定要远离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就是风口的位置。另外呢，就避免这个阳光的直射啊，然后一定要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相对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啊。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喷泉草的水分挥发会比较慢。所以说，这个喷泉草的后期维护啊，主要是在防止它失水这个前提下进行的啊。这个喷泉草的花期呢，其实跟季节啊、温度也有关系啊。夏季的时候啊，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可能花期稍微短一点，大概在5天左右吧，差不多7天吧，5到7天的样子。但如果在这个比较凉快的季节，比如冬春季节，可能时间更长一点，我估计能到10天以上也差不多。总的来讲啊，就是5到7天的样子。最后咱们说说这个喷泉草在花芽搭配上的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吧。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喷泉草呢属于一种雾状的花材，所以说咱们在花芽搭配中主要是作为一个配花或者说填空的花材来用的啊。喷泉草呢，它给人感觉像一组这个绿色的喷泉一样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啊，在插花的时候啊，它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比较可爱、比较俏皮那种萌萌的感觉。在风格特点上呢，我觉得它更偏于小清新的或者说是自然风格的特点。所以说这个喷泉草呢，也是一种很有特点的花材。在做这种浅色系的或者小清新类型的花搭配中呢，这个喷泉草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好，那这个喷泉草呢就简单跟大家说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喷泉草养好。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呢给大家聊聊这个铁炮百合啊。我买的铁萝卜质量挺好的啊。咱们说到这个铁炮百合呢，一般情况下啊，百合出问题的几率呢不是很大。基本上咱们主要看2点啊。第一个呢，你看一下啊，这个铁炮我这比较生啊，就是铁炮的花头上，就是花瓣的花头上和这个叶片上啊，是不是有比较严重的这种斑点？
就是那种咖啡色的也好，怎么着，就是有点像腐烂那种斑点，这一般就是这个上病的百合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卖的啊。如果说我们这花头上和叶片上有比较多的这种斑点，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拍照找那个商家售后啊。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百合尤其叶子在这个塑料袋包裹的部分啊，打开以后打开看一下啊，这都是很绿的啊。但是如果说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腐烂啊、变质啊、叶子这种烂掉叶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拍照找这个商家售后啊。所以基本上百合呢就这么两个问题啊。这个铁百合呢不是特别容易脱水啊，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铁百合的时候啊，这个百合的茎秆能够支撑起这个花头的时候啊，就说明这个百合不脱水，或者说轻微脱水。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做这种洗花处理啊，就直接剪了根正常平插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茎秆有点粘软啊，花瓣啊、茎秆啊、花头啊有点粘软，甚至有下垂这种迹象啊，我们这个原包装可以不拆开，或者说用这个纸啊把花头包裹一下，然后保持这个花头和这茎秆是垂直的，让这个花头和这个茎秆保持在一条线上啊。然后呢剪一下根深泡水，一般情况下3个小时左右吧，就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花恢复活力了，有吸饱水了，我们就直接给它拆了，插皮就行，没有必要耗特别长的时间啊。这个铁百合呢，现在啊市场上基本上有2种颜色啊，一种是白色的，一种是这种浅粉色的。以前只有白色的，浅粉色是最近才有的啊。然后呢，这个铁炮啊，基本上分这么几种啊，一种是单头的，这是一枝上1朵的，叫单头的；一枝上2个头的叫双头的；一枝上3个头的叫3头的；一枝上3个头以上的我们叫多头的。所以说铁炮百合基本上是按这么分的，有单头、双头、3头、多头几种。另外呢，这个铁炮呢，有些品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裂瓣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个花开了以后啊，这花瓣会这种开裂，这种情况，有些品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如果我们在花苞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发现的啊，只有在后期开了以后我们就能知道。所以说大家知道铁百合有一个这种问题，尽量不要买到裂瓣的花。如果买的时候啊，看到这已经开的话，你看看有没有这种裂瓣或者花裂的这种现象啊。这个铁百合呢是一种乙烯敏感型的花材。什么叫乙烯敏感呢？就是说如果乙烯气体比较浓的时候，它这个花呢就会加快衰败，就是开放的速度会很快，完了很快衰老，就是很快开败。所以说对于乙烯敏感型的花呢，咱们有几种啊，一种是咱们要远离这个乙烯的这个发射源，比如说成熟的水果，咱们要离它稍微远一点。另外一个呢，这个鲜花本身它也会挥发乙烯，所以说我们要保持通风，然后让这个乙烯气体呢尽量稀释，这样的话呢对花的影响就会小一点啊。我想了想啊，咱们应该给这个铁百合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我觉得一种产品吧，就是百合专用保鲜剂。为什么我要提这个百合专用保鲜剂呢？因为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啊，就是百合专用保鲜剂对百合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最浅显的2条啊，第一个，我们用百合专用保鲜剂的时候，这叶子不会黄，这个花完全开败以后，叶子还能保持是绿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如果有很多花苞的啊，最小的花苞都是可以开放的，它可能会小一些，但是都会开放。所以说我觉得百合专用保鲜剂对养百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把关键词啊说成这个百合专用保鲜剂，希望大家在养百合的时候啊，尽量使用这种百合专用保鲜剂，这样的话对花材是非常好的，无论是花期啊、花色啊都会很好啊。咱们在处理花以前啊，先要把这个花皮一定要用清水或者用这个杀菌剂啊彻底的清洗一下。然后呢，我建议啊用桶装水，自来水也可以啊，百合血清挺强的，最好的桶装水，自来水也可以，加上百合专用保鲜剂，就是百合伴侣。液面高度呢不用太高啊，只要这个花吸满水以后，基本上我觉得在10厘米左右就可以。当然了，这个百合吸水比较快啊，我们经常检查，如果是水面低的不够的话，我们要及时蓄水。我们在插皮以前呢，比一下这个花皮啊，我们要把这个花皮瓶口以下的叶子啊全部都去掉啊，去干净。好，我把这个瓶口以下的叶子基本上去掉了啊。然后咱们在插花以前呢，一定要用清水把这个茎秆啊要冲洗干净啊。然后呢，咱们每一枝花啊斜剪根45度斜剪根，然后马上插到这个皮里啊。咱们在插这个百合的时候啊，有2点要注意啊。第一个呢，
就是说咱们瓶口以上的高度最好不要高于瓶高，如果太高了对吸水会造成困难啊。瓶口以上的高度不要太高。第二个呢，我们在插皮的时候啊，就是花和花之间呢要留下一些空隙。为什么呢？首先呢，空气流动可以让这个花活的时间更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花在开放的时候啊，它会需要一些空间，所以要把这个空间预先的留出来啊。在后期的维护中啊，咱们这个百合要注意，首先如果这个水不浑，茎秆没有泡烂，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只是在这个水量不足的时候啊，添加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百合开放以后啊，它中间会有那个黄色的花蕊，我们最好是在这个花刚咧嘴半开的时候就把这个花蕊摘掉，这样的话不脏手啊。如果完全开放以后，这个花蕊脏了以后，可能第一个可能会污染这个手啊、衣服什么的，另外可能对这个花本身也是个污染，花呢也就没那么干净了，看着啊。单头品种我们就不说了啊，如果是多头品种，大家看到啊，它大小不一样，所以它有先开后开之说。我们经常观察一下，如果发现这个多头品种啊，先开的花的开败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把这个剪掉，保留后开的花，这样的话呢，它整体看着会比较好。所以说，如果咱们自己家里养的话，为了得到更好的观赏效果啊，可以这样经常检查一下这个花的问题啊。最后呢，就跟别的花都一样啊，咱们要避免这个阳光直射啊，远离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放在这个阴凉啊、通风、相对环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还有一个前面给大家说的，因为它是一个乙烯敏感型花材，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保持通风，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一定要远离这个成熟的水果，因为这个成熟的水果会散发出这个机气里，对这个花呢是一个催开作用，所以说咱们要注意这两点啊。这个铁油百合的花期还是挺长的，就是百合这都是可以的。如果这种一枝单头的这种啊，我觉得从花苞到开放，我估计可能有个5-6天的时间吧，差不多。但是如果这种多头品种啊，因为它是渐次开放嘛，所以说这种多头的品种如果比较生的话，比方这种啊，养到10天以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最后我简单说说对这个搭配上啊，我对这个铁油百合的一些看法啊。这个铁油百合呢，它开放以后啊，花朵比较大，所以说呢，它可以说是一种块状花材。那大家看一下，这种单头的呢，它有比较好的线条感，所以说它呢又可以当线条类的花材来用。所以说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啊，它完全开大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焦点花材来用，但是这种单头呢，我们又可以当为线条来用。但是这种多头呢，我们又可以拉高整体花材的这个高度，做这种竖线条花材来用也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铁油百合的用途还是挺多的。这个铁油百合基本上就是白色跟浅粉色，所以总体看上去啊，它很干净、很清纯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铁油百合呢，有一种类似于小清新的这种风格特点，搭配浅色系的花，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好，那这个铁油百合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铁油百合养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风铃草啊。这个风铃草呢，我们网购的话，拿回来以后，我们要注意检查几个问题哈。首先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打开以后发现这个花苞啊，或者说是半开的这种花的边缘有这种发焦的焦边萎缩的这种现象啊，如果这种是属于大面积出现，我们一定要拍照找这个商家售后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它后边的叶子，如果说它的叶子枯萎、枯黄甚至腐烂，这种情况下，包括这个根啊，我们也要拍照找这个商家售后。因为这个风铃草呢，它跟别的花不一样啊，它是自上而下开放的，所以说我们在收到花的时候啊，往往是顶苞是开的，但是下边是花苞。如果说上面已经开放的花出现了问题，因为长途运输可能会出现这个机械损伤，我们只要把最上面开放的这个花剪掉，下边这些花苞在花皮里开放以后是不会出现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啊，收到这个花只是顶苞开放的花有损害，但是下边的花苞是健康没问题的。只要把上面这个顶苞剪掉，静待下边的花苞开放，一般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花呢不脱水，或者说它是轻微脱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处理的啊。如果我们说以后啊，发现这个花比较黏软，这个花苞也比较黏，
这个杆子比较软，这种情况下说明它脱水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我们有2种处理方式啊，一种方式是不拆开这个包装，剪个2-3厘米，然后深泡水在里边，一般情况下2-3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啊。但是如果更保险的方法是，如果是塑料包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塑料包装去掉，因为塑料不通风嘛。然后呢，用一些硬纸把这个花絮啊，就整个一串花的部分包裹住，底部对齐，剪根深泡水，一般情况下2-3小时都可以恢复的。你只要恢复以后，马上就拆掉这个外包装，正常平插就可以，不要在这个水里泡的时间过长啊。另外呢，我们在醒花的时候啊，注意如果下边的花苞比较低的话，这个花苞不要长时间的浸泡在水里，否则的话会发黑变质，它就很难开放啊。这个风铃草呢，春季的时候适量是最好的啊，花色也好，绝大多数的花苞都是可以开放的。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风铃草跟其他的花不一样，它是一串的花，但是它是自上而下开的。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测试中啊，我们发现啊，这种浅紫色的花啊，我们在养的时候加一些糖分，它的颜色会更深更好啊。但是对粉色的这个品种可能效果不是很明显，这种浅紫色效果非常明显啊。如果我们给这个风铃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清洁啊，因为它这个杆是草本的杆子，而且质地很松软，非常容易泡烂，所以说前期的这个清洁工作一定要做好啊。所谓这个清洁呢，咱们包括几方面，一个是花皮的清洁，一个是平台叶的清洁，一个是花材的清洁，这3点缺一不可。总的目的呢，是为减少这个细菌的滋生，水让它更清澈，以防止这个茎杆会被泡烂。用什么水养呢？首先啊，这个花皮咱们用巴斯调对液之类的这种杀菌剂啊，要清理干净啊。我建议大家用那个桶装水加保鲜剂，液面高度不用太高，稀足水以后啊，在10厘米左右，低于10厘米也问题不大，这种情况就可以了。然后咱们把这个花整理一下，我们可以比一下这花皮啊，瓶口以下的叶片一定要全部去除干净啊。然后咱们看一下上面这些比较大的这个叶片啊，我们也可以给它摘掉。这样的话，等花开了以后啊，会感觉更鲜，而且呢，不会和这个花苞抢养分。但是咱们不要把它全部摘掉啊，要留一些叶片，它对吸水是有好处的。咱们这个叶子去干净以后啊，在插杯以前，一定要用清水啊把这个茎杆冲洗干净，这样会减少细菌的滋生。然后呢，咱们每一枝花45度斜两根啊，然后马上插到这个花瓶里啊。草本花材呢都比较怕捂啊，所以说咱们在插花的时候啊，一瓶不能插太多，花和花之间呢要留下一些空隙，这样的话呢，等于空气的流动，这对花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这个风铃草呢，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啊，只要水保持清澈不浑浊，这个茎杆没有泡烂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啊，只是在它水量不足的时候及时添加就可以。这个风铃草呢，吸水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大家要及时观察，水量不足的时候我们添加就可以啊。但是呢，毕竟这个风铃草呢是一种草本花材，所以它的杆还是有泡烂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水变得浑浊，甚至有异味了，然后这个花的根部有泡烂的这种迹象，我们要重新处理，就是重新减温换水啊，还是一样啊，清洁花瓶要清理干净，重新配这个保鲜剂，然后花这个茎杆啊用清水冲洗干净，冲去的那个滑腻感，然后重新剪根，一直要剪到露出新茬为止，腐烂的部分要全部的剪掉，重新插皮，这样的话呢，它能活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啊。这个风铃草呢，它是自上而下开放的，所以说它先开的花可能会先坏，所以说咱们平时的护理之后，你发现上面的花开败了，或者说焦边了，你就给它剪掉，让下边这个花苞慢慢的开，下边的花苞开了以后，效果会比较好。如果你老顶一枝不好看的花，欣赏效果也打很大的折扣啊。然后就是跟大多数的花一样啊，要避免阳光直晒和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放在一个阴凉的、通风的、相对温度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对延长花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新鲜度好的话啊，这个风铃草的花期是非常长的，我觉得10天以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最后呢，我再说说我个人对这个风铃草的一些看法。这个风铃草的颜色啊，都是比较浅的颜色啊，白色的、浅粉的、浅紫啊这种，所以说它给人一种比较轻盈、比较清新的感觉。所以说呢，我觉得它更贴近于一些类似于田园啊、乡村啊这种风格，包括这个小清新的这种风格特点啊，都是非常符合风铃草这个花的。从形态上说呢，这个风铃草是一个竖线条的串状的花材啊，但是呢，它又不像别的花材力量那么强，感觉会比较轻盈。在和其他类型的花材组合的时候啊，它可以起到一个填充空间、拉伸空间，甚至呢可以给这个插花的作品啊加一些灵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用的一种花材啊。好，那这个风铃草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风铃草养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千鸟飞燕草啊。其实千鸟飞燕草呢也是小飞燕的一种啊，也是在春季的时候才有。咱们在收到这个千鸟小飞燕的时候啊，注意啊，这个花拿过来以后啊，就是花头从下抖一抖啊，看它会不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掉瓣的情况。如果它出现这种严重的掉瓣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找这个商家售后，记得拍照的时候花瓣跟花一起拍。另外一个，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根部啊，这个叶子是绿的啊，如果叶子已经完全都发黄了，或者说有腐烂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要拍照找这个商家售后，毕竟它这个肯定存放的时间会比较长啊。这个花呢，如果我们是从网上购买的话，收到以后啊，我们看一下，如果它轻微脱水或者不脱水，我们就没必要做这个显花处理，直接收拾完了停插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收到的时候感觉到花瓣有点粘软，花这个茎啊有点粘软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脱水比较严重。这种情况呢，我们一种方式是不拆开这个外包装啊，把这个根儿剪一下，然后深泡水，大概2-3个小时吧，一般就可以恢复啊。当然了，如果去掉包装以后，我们也可以用硬纸把这个花头、花序啊整个给它裹起来，让它保持正直，然后对齐根儿，剪一下根儿，深泡水一下。在泡水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啊，就是说这些小花苞是不能泡在水里的。如果长时间泡在水里的话，它可能会开不了，会变黑啊。这个千鸟小飞燕呢，它一年中啊质量最好的时候就是春天。春天的时候花色好，花苞基本上都是可以开放的。但是这个千鸟小飞燕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到平插的后期啊，它容易掉瓣，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对这点可能不太满意啊。我们收到这个小飞燕的时候啊，如果它是一种塑料的包装袋，就是不透气的啊，我们要尽快的给这个塑料袋解开啊，让它保持一个通风的环境，这样的话对它这个花期是很有好处的。如果长时间捂了以后，这个花呢它就容易腐烂啊，所以说一定要保持这种通风的环境。那咱们这个千鸟小飞燕的关键词呢就是2个字啊，通风，要保持通风。这个千鸟小飞燕呢也是一种草本花材啊，草本花材理论上来说茎呢都是比较容易泡烂的，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前期的清洁工作啊。首先这花瓶我们要用8四消毒液或者说是一些杀菌剂吧，或者是清水啊，咱们要彻底清洗干净。另外一个建议大家用桶装水加保鲜剂，这样的话细菌不太容易滋生。叶面高度呢也不用太高，如果说在这个花吸饱水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0厘米以下的高度就没什么问题啊。好，我们来花整理一下。这个千鸟小飞燕它会有很多这种侧枝啊，所以说我们在插皮以前啊，一定要把瓶口以下的叶片以及侧枝给它清理干净啊，因为这个侧枝叶片捂在这花瓶里边是不通风的，它就很容易腐烂，造成这个水的不清洁啊。还有朋友问题啊，是这个千鸟小飞燕跟一般的小飞燕有什么区别？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普通的小飞燕啊，这个是千鸟小飞燕或者千鸟飞燕草。大家看一下啊，千鸟小飞燕的线条感更好，它是一个竖线条的串状的花材。但是相对来讲呢，这个普通小飞燕呢，它会比较散，没有这个千鸟那么聚集。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它这个千鸟小飞燕的叶子是很细碎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小飞燕的叶子还是有一定的宽度，狭长的有一定的宽度，所以两个叶子有点不同。好，我把这个侧枝和
比较大的叶子咱们基本上都去掉了。咱们在插花以前呢，要用清水把这个茎秆冲洗干净，然后再插花，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滋生每一枝花呢，咱们斜剪根45度斜剪根，然后往上放在瓶里咱们前面说过这个千鸟小飞燕呢比较怕冷，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在这个插花的时候一瓶里不要插得太满咱们要花和花之间留下一些空隙，这样的话便于空气的流动，这样的话呢对这个花的花期是有好处的，可以养的时间更长。通风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然后咱们剪这个侧枝呢，可以找一个小瓶插在这个小瓶里就可以。它一般会开放，但是可能呢花的颜色不会那么鲜艳这个千鸟飞燕草呢，跟大多数的花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只要这个水不浑浊，茎秆没有泡烂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可以了。同时呢，在后期这个小飞燕可能会慢慢掉瓣，如果掉瓣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杆儿，就是花的这个柄一起剪掉，把这个落的花剪掉，慢慢留这个新开的花，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欣赏效果有一定的好处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千鸟飞燕草呢，跟绝大多数花是一样的不要阳光直射还要远离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放在一个阴凉的、通风的、相对来讲环境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它能保持比较长的花期。但是这个千鸟小飞呢，花期可能会比较短，它比较容易掉瓣，一般5到7天的时间问题是不大的。当然不要买太开的花，稍微生一点，它慢慢开，大概5到7天是可以的。最后呢，我再说说这个我个人对这个千鸟小飞燕的这种看法。这个千鸟小飞的颜色都是比较浅的颜色，所以说我觉得它有一种吱吱喳喳的它有一种这种乡村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从调子上来说，它是一个春天的调子，或者说是一个田野乡村这种调子。从风格来说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小清新的风格，所以搭配这种小清新类型的花插，我觉得会非常好。它呢是一个竖线条的串状花材，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插花的时候可以把它作为拉伸空间来用，使空间更丰富配合一些块状的或者伞状的这种花材来用，因为它的线条感也是比较好的。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千鸟小飞燕这种花材的。好，那这个千鸟小飞燕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花养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文心兰也叫跳兰。这个文心兰呢，我们收到以后有几点需要这个检查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把花头往下可以抖一抖，看有没有出现这种比较大面积的掉花的现象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花材呢，它本身应该是很伸展这个花朵本身应该是一种很伸展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这一扎花里有比较大面的出现这种皱缩，就是花瓣有点缩褶皱这种情况脱水的情况下，还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花上呢会有一些这种霉烂的这种斑点，抖一抖很容易掉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拍照找这个商家售后这个文心兰呢，如果说它不脱水或者说轻微脱水，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的处理。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茎秆比较软，它有这种脱水比较严重的现象一种方式呢，咱们可以不拆开这个包装，剪根直接插水。如果说过于严重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用纸把这个花头包裹一下，然后呢用喷壶用雾状的把这个外层这个纸喷湿，不要有这种水滴滴答答的感觉只是要加强这个环境的这个湿度。所以我们用这喷壶以雾状的把外包层纸喷的那种潮湿的感觉，增加湿度，重新剪根插水，一般情况下3个小时左右都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花材恢复状态了，我们就赶紧把它拿出来插水就可以。用这种湿的纸包裹的话，目的是为了增加这个环境的湿度，但是呢不能长时间的这样包裹，否则的话很容易这个腐烂这个文心兰呢也叫跳兰
它这个市场上啊，目前有2种切花品种啊，有2种，一种是这种纯黄色的啊，还有一种是这种带点红心的。你仔细看，形态上差不多，但是其实仔细研究，感觉还是有一些不同啊。这个种呢叫柠檬黄的文心兰，这个是普通的文心兰啊，叫法也不一样。这个文心兰呢是一个应该是属于热带地区的花材，所以说呢它比较怕冷。咱们要把这个环境温度啊保持在25度左右，这样的话呢这花能开得比较好。如果温度过低啊，比如说11度以下，可能就会造成冻伤这种情况。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啊，文心兰不是特别好养，但是春秋天、夏天25、6度这种温度，应该还是能养比较好的啊。这个文心兰呢是一种乙烯敏感型花材。乙烯敏感型花材呢主要是2方面啊。第一个呢是要远离这个乙烯的这个发射源，第二个呢要保持通风。所以说文心兰呢要远离这个成熟的水果，因为成熟的水果呢它会散发出这种乙烯，促进这个文心兰衰老开败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通风，因为空气流动呢可以把这个乙烯的气体带走，它这个浓度没那么大，所以说这个花呢就能养的时间会比较长啊。另外呢，这个文心兰呢，市场上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文心兰的价格基本上是按照枝条长短来说的啊。枝条越长的，它价格越贵；枝条越短的，价格越便宜。所以它的级别高的都是这种长枝条的这个文心兰。如果我们给这个文心兰关键词呢，我觉得温度吧，因为这个文心兰是比较怕低温的啊。如果冬季的话，要保持这个室内的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如果是夏天还好一点，所以说冬天的时候温度很低的话，这个文心兰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好养的啊。我们在插这个文心兰以前呢，首先最好是用杀虫剂啊，把这个花皮彻底的清洗一下。我们建议啊，用桶装水加保鲜剂来养这个文心兰，叶面高度也不需要太高啊，在它吸饱水的情况下，我觉得10厘米左右就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花啊。我们在插文心兰以前啊，要先看一下我们买的这个花啊，看买的是什么级别，就是说它从最下边一朵花到根部它的长短是多长，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花皮儿。因为呢，我们要保证每一枝花的所有的花朵都在瓶口以上。如果这个花在瓶口以内的话，它因为不通风，很快就会枯萎，就会掉。如果掉在水里呢，它会造成这个水源的污染。所以说我们在插这个文心兰以前啊，首先要选择一个我觉得长短高矮比较合适的这个花瓶来用啊。这个文心兰一般来的时候啊是一大扎，这个时候咱们在插枝以前啊，要把这个每一枝啊分开，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交叉在一起。如果说这样不行的话，就是头冲下啊，这样抖一抖，然后把每一枝花分出来啊。然后把这些掉落的花瓣啊，一定要清理干净啊，以防它掉到这个水里，造成这个水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在插皮以前啊，要注意观察。首先呢，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茎杆上每隔一段会有一个这种表皮，类似于这种表皮的东西啊，褐色的。咱们一定要把埋没在水面以下的这个部分啊，咱们要给它摘掉啊，摘除干净。这个泡在水里很容易烂，造成这个水质的污染啊。另外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如果有不好的、有点腐烂的这种花瓣，咱们要给它及时摘掉。然后咱们在插花皮以前呢，一定要用这个清水啊，把这个茎秆一定要冲洗干净，这样的话也会防止这个细菌的滋生哈。清理完的话呢，咱们每枝花啊，就是斜剪根以后啊，马上插入这个皮里。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这个所有的花朵都在这个瓶口以上啊，不要没入这个瓶中啊。前面我们说过啊，这个文心兰呢是一种乙烯敏感型花材，所以说咱们一个瓶呢不要插得太挤太满，要保持这种空气的流动啊，花和花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呢，乙烯气体不容易聚集，这个文心兰呢也能得到相对来讲比较长的花期啊。这个文心兰的养护呢，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啊。首先呢，这个瓶插液它只要不浑浊、很清澈，
茎秆没有泡烂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了，只是在这个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没问题。另外我们可以经常检查一下这个枝上这个花啊，它先开的花会先败，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下部啊，就根部这种蔫的或者那种萎缩的这种花，咱们可以及时把那个摘掉，这样的话呢能保持更好的这个观赏效果啊。最后呢就跟别的花都一样的啊，咱们要这个避免这个阳光直射，放在远离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为止。刚才说过啊，它是一个乙烯敏感型花材，所以咱们要远离这个成熟的水果，要放在这个通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另外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温度不能过低。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文心兰的养护是非常有好处的。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文心兰的花期应该能达到10天以上，只要温度合适，花的鲜度好，10天以上应该问题是不大的。这种兰花类的花期都是比较长的啊。这个文心兰呢是一种线条类的花材啊，所以说我们在和块状花材或者说散状花材，就其他类型的花材搭配的时候呢，它能起到一个丰富空间、拉伸空间，使那个层次更丰富这种作用啊。而且呢，可以增添很多这种活力啊。但是文心兰呢分2种啊，这种是柠檬黄的，纯黄色的，这种是带红心的啊。我个人觉得这2种文心兰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这种带红心这种文心兰呢，它会感觉比较喜庆、比较欢快的这种感觉。这个柠檬黄的文心兰呢，它感觉很宁静、很春天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柠檬黄的文心兰呢，可能具备一些这种小清新的这种风格特点啊。好，那这个文心兰呢，就简单跟大家聊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文心兰这个花养好。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夫说花。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金鱼草呢。咱们在收到这个金鱼草的时候啊，要检查一下啊。主要呢，我觉得检查是2个部分啊。第一个呢是看一下这个花一串花的下边，从下边开始啊。这个金鱼草的腐败是从下边开始的。如果下边这些花出现大面积的掉花头，那这种情况下说明它这个养的时间过长啊，根部这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找这个商家售后啊。如果只剩头，下边都掉差不多了，咱们就售后。另外一个，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根部啊。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根部是很绿的啊，很干净。如果说这个根部啊出现这种泡烂、这种腐烂的迹象，我们也可以找这个商家售后，因为说明这个花非常不新鲜啊。这个金鱼草呢，我们收到的时候啊，只要它不脱水，或者说是轻微脱水，我们都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处理啊。但是呢，金鱼草有一个特性啊，就是说它这个花如果软的话，这个花头如果弯了的话，它再长的话是从尖开始往上长，它就长不直了。所以说我们在收到这个金鱼草，如果发现花头比较软、比较弯的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找一张硬纸，把这个花头裹一下，把这个花头裹直，然后再泡个2-3个小时。等这个水完全上去以后，这个花的这个一串花它就会直了，它就不会是弯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金鱼草收到一个处理方式，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花头的这种直挺啊。这个金鱼草呢是一个冬春季节的花材，最好的时候是春季，冬天也不错啊。因为呢这个金鱼草比较怕热啊，如果温度一高，花就不行了，它就会掉瓣很严重，开的就会非常快啊。另外呢，这个金鱼草的吸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说如果有脱水的迹象，简单剪下枝、吸下水，一般都是可以恢复的。另外就是这个金鱼草的腐败是从最下开始的，从下往上掉花，就跟刚才前面跟大家说的一样，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如果给金鱼草一个关键词的话，我觉得就是低温吧。如果温度高的话，这个金鱼草会开得很快，但是如果温度比较低呢，就可以保持相对来讲比较长的时间啊。这个金鱼草呢是一个草本植物，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啊，它的杆是比较容易泡烂的，所以我们建议在插花以前啊，一定要把这个瓶子啊，就是彻底清洗干净。如果有条件的话，用点8斯消毒液的溶剂啊，处理干净以后就会减少细菌的滋生。然后呢，建议使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这样的话呢，它会有更好的杀菌作用。
叶面高度呢不用太高，只要它吸饱水以后，我觉得保持在10厘米以下就完全没有问题啊。好，我们把这花处理一下啊。咱们在插花之前要比一下，就是说瓶口以下的叶子咱们都要去掉。我这个皮儿大矮，所以我要剪的比较短。看它每一片叶子会长出一个心眼来啊，咱们这个心眼是一定要摘掉的啊。这个叶子可以保留，但是这个心眼一定要摘掉，因为一般情况大多数植物都会把这个养分优先供给这个心眼，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花头得到的养分就少了，相对来讲花期也会比较短，所以说这种心眼是一定要摘掉的。好，我把这个叶子都处理完了，大家看到我把这个心眼什么都摘掉了，只剩这个叶子了。咱们在插皮以前呢，一定要用清水啊，把这个茎秆啊要冲洗干净啊，这样的话会减少细菌滋生啊。咱们在插这个皮的时候呢，尽量保持这个金鱼草是一个直立的状态啊，就是说咱们要找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细高的皮儿，因为如果这个金鱼草呢，它这个弯度比较大啊，这样的话，它这个头就会弯的，因为头是始终是会向上的，它会这样，所以说这个头就不直了，所以要尽量把这个找一个细长的皮儿。这个金鱼草呢，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啊，这个头是弯的，但是没有硬纸固定，所以说它最后就会长成这种弯的，因为它尖儿是始终向上的，所以就会有一个弯的一个角度，所以大家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啊。然后呢，一个皮儿里不要插太多啊，然后留下一些的空间，这样的话呢，这花期会比较长啊。这个金鱼草只要前期做好啊，杀菌工作各方面都做好，其实养护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啊。只要这个水保持很清洁，花杆没有泡烂，咱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只是在这个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没问题啊。另外呢，前面跟大家说过啊，它的关键字是怕热，所以说呢，咱们要放在这种阴凉通风相对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啊，避免阳光直射，这样的话呢，也能保持相对长的花期。这个金鱼草的花期呢，相对来讲啊不是很长，如果这种情况下养护各方面正确，环境也温度比较合适的话，我觉得1周左右的花期是可以保证的。最后我说一下这个金鱼草这种花材我个人的看法哈。这个金鱼草呢是一个竖线条的串状花材，我个人觉得啊，它具有一定的这种欧式风格。咱们可以把这个金鱼草呢和一些比如说块状的、线条状的、这个雾状的花材来组合搭配，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当然了，这个金鱼草呢，单插一瓶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比如这种重瓣品种，确实非常漂亮。好，这个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金鱼草养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马蹄莲啊。咱们如果网上买这个马蹄莲啊，收到之后啊，基本上要检查2个地方啊。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根部啊，这个根部嘛还凑合啊。但是如果这个根部出现这种严重的腐烂现象，就是你一摸它就软的就烂了，这种情况下啊，说明这个泡的时间太长了，新鲜度太差，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拍照找那个商家售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花头啊，这个马蹄莲呢花头啊比较娇嫩，所以说有些时候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机械损伤。如果说一扎花啊都出现这种很严重的机械损伤，我们也要找这个商家拍照售后啊，因为这个马蹄莲的瓣如果一折了以后，它就开不好，怎么都不好看，所以说这个也要找那个商家售后。另外呢，这个马蹄莲呢，它的吸水能力是比较强的，理论上来说，只要它能够支撑起的这个杆，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洗花处理啊。如果说这个杆比较软，这个头已经下垂，这个杆子比较弯、比较软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第一种情况是不拆开那个外包装，第二个情况是拆完以后啊，把这个根部对齐啊，完了找一张硬纸把头部包裹一下，让它保持它是直的，然后剪一下根，深泡水，一般情况下1-2个小时、2-3个小时吧就可以恢复了。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花恢复了，咱们就可以马上把这个纸打开，正常插别可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泡很长时间啊。这样的话，其实对花并没有什么太多好处啊。如果说这个茎秆只稍有点软，能够挺起来的话，咱们在第一次插水的时候多加一些水就可以了，一般很快就可以恢复，因为吸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这个马蹄莲呢是一个冬春季节的花，它只有冬天跟春天才会提供，天一热这东西就没有了哈。另外呢，这个马蹄莲呢本身是天南星科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毒性。咱们欣赏是没问题的，看是没问题，但是不能入口，不能吃啊。而且呢，经过我们这个实际的工作经验啊，这个马蹄莲不要和百合一起插。如果马蹄莲跟百合一起插，这个百合很快就容易脱水。这个马蹄莲我总知道春天的时候啊，就是北京本地产的马蹄莲下市的时候我得买，因为一般情况来讲呢，从云南发的这个马蹄莲啊，它基本上开不了，很难开。我试过很多次啊。曾经有朋友说这个马蹄莲跟海芋的区别啊，咱们简单说一下啊。基本上呢，这个马蹄莲跟海芋的区别有4点啊。第一个呢，马蹄莲的茎秆比较粗壮啊，海芋的茎秆比较细，一般情况还会有一些弧度。第二个呢，这2年出现粉色的，以前只有白色的，现在就是说马蹄莲只有白色跟粉色2个颜色，但是海芋的颜色很多啊，比如说红的、黄的、咖啡色的、酒红色的，很多种颜色。再有呢，就是这个海芋啊，大多数时候它是有开放度的，就是它采的时候就已经开了。但是马蹄莲大多数时候它买回来是一个卷儿。另外一个就是花期哈，这个马蹄莲呢仅在每年的冬春季节提供，但是海芋呢是1年4季都有的。所以说基本上海芋跟马蹄莲就这个4点的区别。如果咱们给这个马蹄莲提一个关键字的话，我觉得就是杀菌啊，因为马蹄莲这个杆啊很容易泡烂，所以说杀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插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杀菌的问题啊。首先呢，花皮咱们一定要用巴斯消毒液溶剂吧，或者是2氧化氯溶剂，把这个花皮要彻底的清洗一遍。第二个呢，我们建议啊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如果愿意的话啊，可以还同时增加一些杀菌剂，比如说啊巴斯消毒液啊，比如说2氧化氯这种，能起到更好的这种杀菌作用。这个杆子呢，也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泡烂啊。叶面高度不能太高啊，要用较低的水位，基本上10厘米以下的高度就可以。当然了，是在它吸饱水以后啊。这个马蹄莲在插皮以前啊，一定要用清水啊把这个茎秆啊清洗干净啊。然后呢，每一枝花斜剪根以后，立刻插到这皮里啊。然后咱们在插花的时候啊，要控制一下这个高度啊，最好是不要高于瓶口。一般情况下啊，2/3，我觉得可能比较合适。最后呢，我们在插皮的时候啊，一定要在花和花之间留点空间，不能太满，因为这个马蹄莲开放以后啊，花朵还是比较大，如果花插的太多的话，它可能看起来效果会差一些啊。这个马蹄莲的后期维护呢，只要水不浑浊，这个茎秆没有泡烂这种前提下，我们是不需要换水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水出现这种浑浊的现象，或者说这个茎秆有这个泡烂的现象，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一定要换水的啊。在换水的同时，一定要重新彻底的清洗花皮儿，花的茎秆一定要洗一下，把这个滑腻感洗掉，然后重新换保鲜剂。重要的是剪根啊，如果说这个根部有腐烂的现象，我们要一直用这个剪刀剪到露出新茬为止，然后其他呢就跟别的花都差不多了，避免阳光直晒，要放在阴凉通风的这个环境，远离冷热源的这个出风口的位置。这个马蹄莲呢，如果说新鲜度比较好，我们养护正确的话，花期还是比较长的。我觉得这个马蹄莲1周以上甚至10天都是问题不大的。最后呢，我说一说对这个马蹄莲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这个马蹄莲完全开放以后，它是一个马蹄形，我们可以当做这种块状花材来用。但是在它没有开的时候啊，它的线条感比较好，所以说我觉得也可以当做这种线条型的花材来使用。而且我们整体上就是马蹄莲是一个白绿的色调，所以说呢，它比较符合这种小清新的风格。而且我觉得呢，这个马蹄莲还具有一些这种现代的这种风格特点，比较简约啊。好，祝大家呢都能把这个马蹄莲养好。